印度既不是中国的朋友，但也不是中国的敌人。提起中印关系，有人如此总结道：那么中印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甚至是中国的帮手。曾有人说，中印两国像是一对神奇的孪生子，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同处亚洲，方方面面的相似，仿佛为故事揭开了美好的序章。然而，目前的中印两国很多时候难以用朋友二字来定义。归根结底，这与印度的不当举措息息相关。自建国以来，印度野心勃勃，不仅想要成为南亚的主宰，更希望代表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但诡异的是，印度的大国梦里一直都萦绕着中国的身影。在印度的想象里，一个真正的亚洲大国至少应该是中国的模样。但是大国数量有限，中印之间应当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里。换言之，印度认为中印之间只能有一个最终赢家。如此一来，印度的崛起便与中国挂钩。甚至印度一度有舆论认为中国是阻碍其腾飞的最大外部阻力。这种荒谬的想法在印度政坛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明确的体现。除了两国僵持数十年的领土纠纷外，印度人民党的态度也十分耐人寻味。早在政党建立之初，印人党就受到多个反华组织的影响。过去在印度政客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往往和巴基斯坦一同出现，是最容易威胁到印度的两个邻居。2020年，印度政坛加速转向，有意淡化巴基斯坦的威胁，转而集中火力，全面将炮火对准中国。最离谱的是，印度政府曾经高举旗帜，公然宣称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成为了印度的头号威胁。莫迪一边与西方接触，活跃于各类国际活动上，一边评论中国的发展，颇有几分阴阳怪气的意味。比如，莫迪政府曾赞叹过中国的崛起速度，也对中国的实力表达了认可。但是，这种赞叹并非出自真心，而是为自己的处境铺垫。印度曾多次示弱，称印度追不上中国。面对这么强大的国家，安全状况岌岌可危，且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改变。因此，印度的最核心目标就是消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此话一出，令中印关系顿时变了味道。中国明明什么都没做，却仿佛天然成为了加害者。谁弱谁有理，被印度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印度千防万防，就是怕中国出风头。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 G20 峰会，印度都想方设法削弱中国的地位。有意思的是，莫迪心里比谁都清楚，单论实力，印度根本无力与中国一较高下，撼动中国的领导地位。于是，印度政府想出了自以为高明的一招，那就是借力打力，利用其他国家降低中国的话语权。为此，莫迪政府特意想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多边主义成为了印度最好的遮羞布。印度高呼改革，希望重新建立一套透明而规则的国际交往体系。嘴上说的是主义，心中想的都是生意。印度冠冕堂皇的种种理由，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铺路。说白了，印度真正想要的国际秩序，应当绕着自己转。除此之外，印度致力于在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的替身，其中抱紧美国大腿是该策略最重要的核心。同为响当当的大国，中美之间虽有摩擦，但经贸早已紧密纠缠，无法分割。近年来，美国政客叫嚣着要与中国切断联系，印度瞅准时机，立刻毛遂自荐，希望能够成为备选，取代中国。印度对制造业的执着渴求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制造名扬海内外，印度偏偏要精准竞争，气势汹汹地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这么看，印度仿佛铁了心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印度虽然算不上中国真正的朋友，但也远远称不上敌人。中印之间有着远超想象的深刻缘分，而这种机缘从上世纪便已经奠定。尽管中印两国存在着领土纷争，但和平共处5项原则也因此诞生。1953年，中印在商议西藏问题时，中方首先提出5项原则，随后这5项原则成为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基石。领土相连对中印而言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的纠葛有时往往以冲突的姿态显现，但激烈的矛盾背后彰显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处理好领土问题对中印两国都有好处。数十年来，为了改善双边关系，明确领土归属，中印的谈判始终没有停止。不仅如此，尽可能避免武装冲突也逐渐成为两国的默契。另外，政治对垒是一回事，经济交互又是另外一回事。印度政府常常嘴硬，但印度财政部所给出的数据却很诚实。中国至于印度的双面性一览无遗，是挑战的来源，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牢固的经贸纽带令两国距离成为敌人似乎又远了一步。简单来说，
印度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也能从印度市场里获得切实的好处。以2021至2022财年为例，印度约有 15.4% 的货物都来自中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言而喻。另有报告显示，从2020年以来，印度各行各业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都在增加，来自中国的产品对印度自身的出口贸易也有着决定性作用。要知道，无机化学品与药品向来是印度出口的重点，而这两个行业都不可能避开中国。与之相称，印度市场潜力巨大，为中国品牌的出海提供了诸多机遇。前有智能手机品牌布局印度，创造国货奇迹，后有新能源车跃跃欲试，等着在印度展开产业布局新蓝图。无论印度政府如何叫嚣着与中国断联，经济始终是最硬气的标志。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利益纽带势必越缠越紧，务实合作依旧是暗流下最能把控的风潮。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对于中国来说，印度到底是什么呢？中印关系并非硬币的两面，难以简单用黑白对错来概括，这是一种奇妙的关系，有竞争也有合作，仿若爱恨交织。有趣的是，印度在主观上想方设法给中国找麻烦，可在客观上，印度甚至会成为中国的帮手。一方面，印度制造里有中国的一席之地。目前，印度制造是莫迪政府最有力的政治牌，也是国家最长远的目标。但是制定目标很简单，想要落地却需要面临千难万险，这些麻烦反而给中国制造创造了机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印度想要建设工厂，助力制造业腾飞，势必就要在基础设施上下足功夫。基础设施一向是印度的短板，现如今缺水缺电，道路运输困难，都是印度难以逾越的重重高山。好巧不巧，基础设施工程是中国的强项，中国制造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其中基础设施出海是重要组成。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中国在东南亚等地广修铁路，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气。而中国的能力与印度的需求完美匹配，对印度而言，选择中国绝对是明智之举。任凭西方国家如何给印度画大饼，都不可能远渡重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帮助印度搭建最基础的工业设施。坐享其成才是西方世界真正的算盘。因此，在基础设施的建造上，唯有中印携手才能达成双赢。这些项目既能帮助中国赚钱，又能扩大制造业影响力，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不仅如此，印度制造的崛起也同样能倒逼中国制造升级。为了与印度竞争，始终占据上风，掌控优势，中国制造不能停下研发创新的脚步。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印度是美国的小弟，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践行者。可实际上，印度并不傻。与其说单纯臣服于美国，不如说印度左右摇摆，在大国之间玩平衡，为自己获取利益。印度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增强本国的综合实力，而印度力量的增强也意味着亚洲阵营的强大，从某种意义上会对美国的亚洲规划造成冲击。中美对抗的实质就是重塑全球力量格局。中国深知美国绝不会允许亚洲真正强大起来，亚洲现有的许多矛盾背后都站立着美国的身影。朝鲜半岛分裂对抗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让美国收回伸长的手是击碎霸权的重要步骤。美国沉迷霸权，中国向往和平，二者天然对立，霸权的扩张便意味着和平力量的衰退，而破坏美国的亚洲战略势必会对重挫霸权主义产生正面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说，印度活跃于政坛，时不时与美国唱唱反调，同时追寻自身的强大，是全球多极化的一股重要力量。由此看来，中印的未来还存在着许多可能，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仅占全球 2.4% 陆地面积的国家，需要养活全球 17% 的人口，印度面临的情况真可谓是天崩开局。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人口还在不断增多，但印度却并没有因为人多而陷入崩溃。于是，关于天崩开局的印度是如何养活14亿人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好奇者的谈资。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窥见这个问题的真相时，就不得不感慨，印度的手段真的给中俄上了一课。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能养活多少人，关键在于它能产多少粮食。尽管印度人均耕地极其有限，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但这片土地在农业生产上却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能够在天崩开局下，甚至在全球农业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自然条件来看，印度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可耕地面积却相当可观，约占全球耕地面积的 11%。更重要的是，印度大部分国土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光照资源极其丰富，适宜农作物生长。
在北部的恒河平原，土壤肥沃，水资源充足，是印度最主要的粮食产区。西南部的德干高原虽然土壤相对贫瘠，但也适合种植特定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和花生。而东北部地区降水充沛，适宜水稻种植，这些自然条件为印度农业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其次，印度的季风气候虽然带来不稳定性，但总体而言，每年从6月到9月的季风雨是印度农业的生命线。尽管降水的分布并不均衡，但每年这场雨季还是能为大部分耕地带来充足的水源，使得印度成为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实现一年多熟的国家之一。在绿洲农业较为发达的旁遮普地区，当地农民甚至可以种植2到3季小麦和水稻，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的粮食产出效率。虽然过度依赖季风降水，使得印度农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在整体上，季风仍然是印度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说自然条件为印度农业奠定了基础，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绿色革命就是改变印度农业命运的关键。上世纪，印度曾一度依赖粮食进口，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政府。然而，在绿色革命推动下，印度大规模引入高产抗病的小麦和水稻品种，同时大力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尤其是在旁遮普邦等农业核心区，机械化程度的提升和水利工程的建设，让农业生产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印度由一个曾经的粮食进口国，逐步转变为如今的小麦和大米出口大国。这一变革奠定了印度农业的基本稳定。尽管印度在农业生产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并依靠绿色革命实现了粮食自给，甚至成为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但这一福地却并未真正惠及所有印度人。事实上，在这个全球粮食产量排名前列的国家，仍有大量底层民众挣扎在饥饿线上，每日的温饱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与此同时，印度的大量粮食却流向国际市场，以满足出口需求，而国内贫困人口却依然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折射出印度农业体系的深层问题。最明显的是，印度的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虽然印度在绝对产量上已经能够养活其庞大的人口，但粮食如何分配才是决定民众能否真正吃饱的关键。印度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长期存在，许多底层农民即使从事农业生产，也无力承担高昂的粮食价格。由于缺乏完善的粮食储存和分配体系，大量粮食并未真正进入贫困人口的餐桌，而是被囤积浪费，甚至成为出口商品。政府的粮食补贴政策虽然覆盖了一部分人群，但由于官僚体系低效、腐败严重，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依然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与此同时，印度的粮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出口，而非优先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全球主要的小麦和大米出口国之一，印度政府长期鼓励粮食出口以获取外汇收入，并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然而，这种策略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印度的大米和小麦远销海外，但国内市场上粮价高企，许多贫困人口依然买不起主食。除了农业本身的问题，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失衡也是导致粮食短缺与出口矛盾的重要因素。印度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其他领域，比如经济等，也面临困境，这就导致印度养活14亿人口的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开始出奇招，比如收割外资。在这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可以说是深受其害。印度的第一大奇招便是吸引外资，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果断反噬。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手机厂商便成为了最明显的受害者。2014年正值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快速发展之际，印度却仍然是一片科技荒漠，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极低，与全球先进市场严重脱节。为了填补这一短板，印度政府主动向中国厂商伸出橄榄枝，推出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欢迎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对中国手机品牌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印度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众多中国品牌纷纷响应号召，开始在印度建立生产线，设立分公司，并迅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短短5年内，中国厂商便帮助印度完成了从手机荒地到全球第2大市场的跨越。仅2019年1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便突破了1.5亿台。然而，等到中国企业把市场培养成熟，印度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他不再是那个满脸笑容的投资合作者，而是开始不断向中国企业设下障碍，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打压。印度政府首先提高了进口关税，让中国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紧接着又祭出了外汇管理法，通过各种手段指控中国企业涉嫌违规经营。2022年，印度政府对小米发起调查，指控其逃税，要求其支付65亿卢比的巨额罚款。
这仅仅是开始。印度随后又以违反外汇法规为由，冻结了小米价值555亿卢比的资产。几乎在同一时间，印度又把相同的套路用在了另一家中国厂商 vivo 身上，扣押其46亿卢比资产。印度先是利用中国企业完成市场建设，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翻脸收割，如此果断且精准的布局，让中国厂商措手不及。如果说对中国的收割是通过政策打压外资企业，那么在对俄罗斯的操作上，印度则采用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货币陷阱。2022年，在国际局势的动荡之下，俄罗斯决定推动卢布结算机制，以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这一决定得到了印度的积极响应，双方迅速建立了卢布卢比结算体系。看似是一次互惠互利的合作，但实际上印度的算盘打得更精。在该结算机制下，俄罗斯不断向印度出口能源，而印度则以卢比支付。然而，卢比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性极低，俄罗斯手中的卢比无法在其他国家使用，唯一的用途便是在印度购买商品。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俄罗斯的账户上很快积累了超过3万亿卢比，按当时的汇率折合约400亿美元。俄罗斯原本计划利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从印度进口商品，然而当他列出采购清单时，印度却开始耍赖，表示问啥啥没有，根本无法满足俄罗斯的采购需求。换句话说，俄罗斯虽然拿到了大笔卢比，但这些钱却成了废纸，因为他根本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更严重的是，卢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公信力本就不高，汇率波动剧烈，俄罗斯的财富因此大幅缩水。随着卢比持续贬值，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在不断流失，就连两国之间的债务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最终，俄罗斯不仅没能通过这笔贸易获利，反而因为持有大量贬值的卢比而遭受重大损失。而对于印度而言，这场货币游戏却帮助其成功推动了卢比的国际化进程，让本国货币的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印度的这些奇招看似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手段，但实际上都带有极强的算计。这种策略或许帮助印度在短期内获取了巨大利益，但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商业环境和政策稳定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